你好吗？欢迎回到轻声慢读。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从你好吗开始的，它还代表着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告白，一封没有寄出去的情书。故事的开头是一个悲伤的消息：藤井树过世2年后，3月3的2周年忌日女儿节，神户下了场罕见的雪，公墓也被笼罩在大雪之中，丧服的黑色和斑驳的白色纠缠在一起。脖子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死于雪山的他，在最后一刻看到的天空，恐怕也是这样的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书，岩井俊二导演的《情书》。那在故事的开头呢，那个悲伤的消息就是藤井树发生了一场意外，他死在雪山里，死在登山的途中。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年了。看过电影的人可能都记得，它是在1995年上映的，说是一部新电影，算一算，距离今天也要30年了。如果你也有过念念不忘的人，那推荐有时间的时候看看这部电影，看看这本书。岩井俊二既是作者，他也是导演，所以他用倒叙的手法，从一封寄不出去的情书开始，展开了这个大雪天的爱情故事。我们来详细讲讲。脖子和藤井树是一见钟情的，他们是在脖子读短期大学的时候认识的。藤井树就这个男孩，他是位画家，直到他去登雪山意外去世，脖子和他还没有真正的结婚，所以藤井树其实是脖子的未婚夫。那2年后，脖子在一场大雪中去祭奠死去的未婚夫，在墓前，这个女孩子双手合十，可是出乎意料，发现自己心如止水。这就是所谓的时间会带走一切吗？想到这里，脖子的心情有点复杂。他的内心的语言是：抱歉，我是个寡情寡义的女人啊，2年够久了吗？我怎么会把你放下了？可是脖子的心里真的放下了吗？有没有注意到，脖子在这个时候的内心独白其实是含着愧疚感的？愧疚感也是一种感情，而且它对人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排在后悔之前。所以在祭奠仪式之后，脖子跟着藤井树的妈妈安代一起回到他们的家里，走进藤井树的房间。这个房间里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所以脖子就在一幅幅画、一本本画册中回忆过去，他在想念藤井树。这个时候，妈妈安代突然递给脖子一本册子，这是藤井树初中的毕业相册。妈妈就讲，阿树在念书的时候搬过几次家，可是这个毕业相册一直保留了下来。在相册里，脖子翻到了藤井树曾经的地址，他就偷偷地把这行字抄在了雪白的手腕上。那个地址是小樽市前寒2丁目24番地。那脖子为什么要偷偷地抄下来藤井树家曾经的地址呢？熟悉日本的朋友或者看过这部书的朋友会了解，小樽是位于北海道的一个城市，在日本的北边，而神户呢，它大致是在日本的中部，日本人很狭长的地貌，所以其实距离还挺遥远的。那么妈妈安代在回忆起他们住在小樽时候的生活，就讲说小樽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们一家住的房子早就没了，已经被改建成国道了。那如果照这个说法，脖子抄下来的那个地址已经变成了一条路，那么他要这个地址干什么呢？可是脖子不是这么想的，他决定朝这个地址寄一封信，恰恰是因为那绝对寄不到，而且没有人收，所以他才要干这件事儿。
因为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写给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方。这就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思念。当你有了丰富的情感，你可能就能够理解伯子此刻的心情。他要写一封绝望的情书，所以这是很动人的一件事儿。伯子为了这封情书非常的纠结，他的感情一直在翻涌，所以提笔反复写了很多次。最后呢，这封情书终于写完了，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藤井树，你好吗？我很好。句号。写完了，但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你好吗？这是一种含蓄的情感表达。实际上，它不仅仅是问候，它还包含着很多的心情，比如说我想你，或者说我爱你们，或者是今天我有点不太好，你能理解吗？所以这封情书就这样寄出去了。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伯子竟然收到了一封回信。那是在2周年忌日后的第4天，一个周六的傍晚，伯子回到家，一打开邮箱，就看见一堆没用的宣传单，可是里面有一个小小的4角信封，背面没有寄件人的姓名。拆开一看，里面是一张信纸，折成4折。在展开的一刹那，伯子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的心跳几乎要停止了。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渡边伯子，你好，我也很好，只是有点感冒。句号，落款人藤井树。天哪，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死去的人，怎么可能给我回信？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地址，怎么收到了我的信呢？接下来，伯子平静的生活，就因为这封意外的回信，彻底的改变了。那是什么呢？伯子实在无法理解这种情况，可是这封信就拿在手里，而且落款分明写着藤井树，是他的回信，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对吧？伯子的第一个想法是，或许这是谁的恶作剧吧？那封信被谁看到了呢？那为什么那封信能被人收到了呢？给我写这封信的又是谁呢？伯子真的没有办法抑制内心的激动，他把这封短短的信反复看了好几遍。接下来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秋叶，让他帮助出主意。秋叶是谁呢？他是藤井树生前最好的朋友。之前讲过，说藤井树跟伯子是一见钟情的。那这2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呢？正是通过这个叫秋叶的人。我们把记忆倒回去哈。伯子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真诚。真诚呢有一个朋友在念美术大学，就是秋叶。那有一次呢，伯子和真诚一起去美术大学看展览，就认识了秋叶。之后有一天呢，秋叶就拜托真诚说：“哎呀，约伯子出来吧。”伯子觉得有点紧张，他不敢单独去见秋叶，就拉着真诚一起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如约而来的秋叶也带来了一个朋友，这个就是藤井树。像不像我们在青春时候的那种约会哈？就是1对1的时候会有点尴尬难为情，然后就分别拖着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来。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一次约会伯子的人是谁呢？是秋叶呀。那么秋叶是不是喜欢伯子呢？在这里并没有说明白。但是在这次见面的时候，藤井树是非常沉默寡言的，秋叶是非常善于言谈的，所以秋叶就跟女孩子们聊天。但是藤井树的表现是什么样呢？可能因为渴，他喝了好几杯冰咖啡，还上了好几回厕所，总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那偶然跟伯子目光相接，藤井树就慌慌张张地垂下眼帘。伯子怎么想呢？
果然是个怪人。没过多久，真诚也出去上厕所，那席间就有些寂静。对秋叶来说，这是和伯子直接搭话的好机会。然而秋叶却没说话，只是点燃了香烟，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当秋叶好不容易想要开口说话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一直好像是个局外人的藤井树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非常紧张，显得有点尖锐，说：“那个渡边小姐相信一见钟情吗？”啊，一见钟情？什么样的？接下来藤井树的这句话就像炸弹一样，他说：“请做我的女朋友吧。”伯子和秋叶都瞪大了眼睛，就被惊呆了。藤井树呢，他没有再说什么。这三个人一下子就石化了，异样的沉默。秋叶也束手无策，然后为了缓和气氛，他就一不留神说：“这家伙人很好的。”就这样，秋叶就给自己那种若有若无的暧昧的好感，有可能发展成为爱情的这个好感，打上了一个休止符。接下来，就像有人发过来一个球，然后这个发球的人就不管了，轮到伯子做决定了。那考虑了2个星期后，伯子就告诉藤井树说：“我相信你的一见钟情。”那这就开始了正式的交往，直到藤井树求婚，然后登山出世。这是属于他们2个人之间的记忆。有一个细节，就是藤井树去登山的时候，他是有同伴的。秋叶就是和藤井树一起登山的人，他是那次活动的领队，也是秋叶做出了弃他而去的决定。在那种状况下，抛下自己的好友，一定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所以在事故之后，秋叶就再也没有登过山了。有没有发现，离开的那个人藤井树，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了？可是对于留在原地的人，无论是秋叶还是伯子，一切都是那么的难。他们该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件事带来的心理创伤呢？他们都失去了重要的人。也正因为藤井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共同的记忆，秋叶跟伯子反而慢慢的走近，他们会常常聊起藤井树，聊起那一段时光。那这一次呢，伯子收到了一封这么意外的回信，他是带着很多很多的惊吓和一点点的幻觉。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找秋叶，听听他怎么说。那听说了这件事之后，秋叶的第一反应也是有人恶作剧吧。2个人经过了商量，伯子就给对方写下了一封回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藤井树：你好，感冒怎么样了？要保重身体，祝你早日康复。落款渡边伯子。那伯子还在信中附上了感冒药。信寄出之后，他有一点隐秘的期待，同时在心里面偷笑，说：“那个恶作剧的人恐怕要大吃一惊了。”很快，几天之后，伯子就收到了回信。信里说：“渡边伯子，你好，谢谢你的感冒药，只是恕我失礼，你是哪一位渡边小姐呢？我怎么绞尽脑汁想都没有印象，请赐教。”落款藤井树。哦，假冒藤井树的这个骗子，还要大言不惭的让渡边伯子做自我介绍，这怎么办呢？伯子一边自言自语，可是心里面竟然有一点点喜欢。这就好像是交了一个笔友，不管怎么样，这个人都是天堂里的藤井树介绍来的。他不再把这个回信者当成是骗子，他甚至在想，他肯定是个好人吧，这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吧。
那脖子就拿着这个回信又去找秋叶。那秋叶是一个开朗的人，他有一点就是小叛逆，不按常理出牌。他对这个冒充藤井树的人也充满了好奇，所以秋叶就帮脖子写了一封回信。这封回信已经不是脖子的风格了，就有点无厘头。信是这样说的：藤井树：你好，你已经把我忘了吗？真过分！感叹号，太失礼了！感叹号，我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想吧。不过给你一点启发，我还是独身。落款渡边博子。这是完全把对方假想成为就是那个我们熟悉的藤井树，他依然在，他来回信的。但是脖子和秋叶也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果然，脖子又收到了一封信。这位藤井树就很不耐烦，但是很急切的在询问，说：渡边博子，你好，我确实不认识你，神户我去都没去过，也没有亲戚或朋友住在那边，你真的认识我吗？落款藤井树。这封信显得有点郑重其事了，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秋叶看了信也这么说，说是啊，好像越来越像真的了。两个人就开始讨论，然后秋叶突然发现了问题的核心，说：哎呀，在日本啊，如果你要寄一封信，即便是地址写对了，但如果名字对不上的话，邮递员也是不会投递的。那这么一来就说明在小樽这个已经不存在的地址这里真的可以收到信，而且真的有一个叫藤井树的人就住在那里，而且她还是个女生。为什么呢？因为在日语里啊，这个我字是有男性和女性的区别的。那么信里面写的你真的认识我吗，用的是一个女生的我，所以这是一个女藤井树。可是这也太巧合了吧，这件事显得越来越神秘了，它扑朔迷离。我们来想想，藤井家曾经住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条公路，可是那个地址竟然还能收到信，而且那里现在住着一个同名同姓的女藤井树，会有这种巧合吗？好奇心就被吊起来了。为了搞清楚真相，秋叶就冒充脖子，给这位女藤井树接连寄去了很不客气的信，去质问她，说：藤井树你好，你到底是谁？渡边脖子。藤井树你好，你要是真的藤井树，就请拿出证据给我看，身份证或者保险证的复印件都可以。渡边脖子。这些信接连的寄出去之后，没想到正是这种又无理又粗暴的询问，给我们揭开了一部分真相。藤井树的回信来了，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张 A3 尺寸的超大的驾照复印件。拿着一看，哇，原来小樽真的有一位藤井树，她的确是一个女生。这一切巧合竟然是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吧！你得到越多的证据，你越觉得哇，不能相信。所以秋叶和脖子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专程去一趟小樽，找到当年藤井家曾经住过的地方，去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趟神秘的旅程。当秋叶和脖子真的到了小樽，而且按着地址的确找到了藤井树家，敲敲门，是一位老爷爷开的门。知道他们是来找藤井树的，老爷爷告诉他们说：哦，他不在，那我呢，我是他的爷爷。这下秋叶也傻眼了，这是真的吗？太难以置信了。两个人就蹲在藤井树的家门口干等，他们就想看看这个女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在外面等待的这段时间，脖子又开始写信。他说：藤井树你好，为了来见你，也为了来向你道歉，我来到了小樽。
我现在的这封信是在你家门口写的，我认识的藤井树好像不是你。今天我来到这里，一切才真相大白。我说的藤井树是男的，是我以前的男朋友。不久前，我无意中发现了他从前的地址，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以为不会寄到，才写了信，就是你收到的第一封信。他在2年前写到这儿，脖子停下了笔，把这句话画了几道，涂掉了，又接着写，说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在做什么。不过就算现在，我也时常想起他，不知道他是否在某个地方过得还好。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写了那封信，要是真的寄不到就好了。我没想到那封信竟然寄到了同名同姓的你的手里，给你添了麻烦，真是过意不去。我并没有恶意，我很想见你一面，却无法鼓起勇气。我们只是文字之交，请允许我仅用书信向你道别。落款渡边脖子。这封信很长啊，但是他非常的诚恳，他把所有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所有的误解都是由于隐瞒，由于在细节上撒谎，试图蒙混过关造成的。所以这一封诚挚的信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脖子把信在门口投入藤井树小姐的信箱，然后就跟秋叶一起准备回家了。他们去车站，就在这个时候，脖子看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当他看到那个女孩子的脸，脖子倒吸一口冷气。天哪，那个女孩子长得实在太像脖子了，像这个字都根本不足以形容，那简直就是另一个脖子。而对方根本没有注意到脖子，他骑着自行车就朝这个方向过来了。脖子慌忙垂下头，把自己的脸藏了起来。那辆自行车和那个女孩就从他的身边过去，脖子转过身，追随着那个背影，看着他越骑越远，不由自主地开口叫道：“藤井！”脖子知道，那一定就是藤井树，对，那就是他。如果你看过电影，这一幕拍得非常的美。当脖子喊出藤井，而那个藤井树小姐就停下来，回过头四处张望，眼神非常的迷惘。她听到有人叫她，又并不真切，在茫茫的人海里，好像有一个呼唤，世界这个时候就定格在这一个人身上。可是最后，藤井树没有找到是谁在喊他，他就又骑着车走了，而脖子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去。这是脖子和藤井树唯一一次真正的见面，但是藤井树没有看见脖子，只有脖子看到了藤井树。这个见面就像很多人的故事一样，里面充满了遗憾。但是岩井俊二毕竟他是一个导演，他有自己的叙事方法，和纯粹写文字的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电影和小说里，其实是有2个人的视角的，脖子一条线，女藤井树一条线，这2条线索是交替着展开的。他们抽丝剥茧，又像双生花一样彼此纠缠，一步一步带着我们接近这个故事的真相。所以叙事其实是有点复杂的。那我们就用女藤井树的视角来接近情书这个故事。那故事进行到这里，整部情书真正的秘密才缓缓地拉开序幕。这个故事的核心是2位男女藤井树少年时间发生的一切。到这儿你才会说，哦，好像有点明白了。那这个发生在冬日的故事显得静悄悄的，就像一场雪。老师第一次在教室里点名，喊道：“藤井树。”那2个人几乎同时答了“到”。接下来的瞬间，班里的视线和骚动全部集中在这2个人身上，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青春期的男孩子跟女孩子其实是有着界限的，
彼此之间的交往有的时候非常的隐秘，然后害羞以及别扭，所以这一刻两个人都觉得特别拧巴，很害臊。然后女藤井树就说：“我怎么也没想到，竟和同名同姓的男生在一个班上。一想到这一年可能会一直被人嘲弄，我那满载着梦想和希望的中学生活顿时黯淡下来。我曾经想过干脆转学，一切从头开始，但怎么可能因为这种理由转学呢？我的预料果然没错，只因为同名同姓，就受到周围的人不公正的待遇。暗淡的中学时代正等待着我和他。”所以我们就特别能够理解两位藤井树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心里面所遭遇到的那些难堪，那些不愉快。比如说他的同学们就喜欢在两个人的背后冷不丁的大喊藤井树，然后他们两个人会同时回头，大家就哈哈大笑。这个到底有什么快感呢？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候可能这么恶作剧一下就是会很高兴呀。那还有在选班委的时候，同学们就把两个藤井树并排写上名字，中间呢还给他画上一个爱心，这也让女藤井树特别的尴尬。那最惨的是，日本的初中啊其实是会分班的，但是两位藤井树在初中3年里一直被分到同一个班，甚至在初2的时候，两个人还共同被推选成了图书管理员。当他们的名字被念出来啊，藤井树。藤井树，班上就响起了欢呼声，这就是少年人那种小小的恶趣味。然后唱票结束的瞬间，那种骚乱和小小的得意，简直像世界杯比赛的体育场。站在女藤井树的视角里，一个青春期的女孩被这样起哄，真的是一种压力，而且很难承受。但藤井树小姐没有哭，她反而怒火中烧，就她是一个勇敢和隐忍的人。那一个坐在前面的男生就嬉皮笑脸的转过来调侃她，说：“哎呀，她哭啦！”藤井树小姐气得想给她一拳，这个动作还没有做，就有人比她更早的出手了。谁呢？就是那个男藤井树。男藤井树对调侃他们的人大打出手，甚至把一个同学打到口吐白沫，昏了过去。从这以后，班上的人都被震慑了，大家留下了阴影。那针对两个藤井树的起哄声，一些挑衅的、侮辱的、恶作剧的语言，好像是消失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像是被同学们隔离了。就大家保持距离嘛，我当你是透明，我逐渐的疏远你，我不跟你交朋友。可是不带你玩这件事儿，在青春期其实也特别的严重，你会有一种孤独感。可想而知，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女藤井树觉得没有任何值得高兴或者值得纪念的事儿。可是当他把这一切写信告诉博子的时候，对博子来讲，这简直是太意外了。她非常希望了解关于男友的一切，现在竟然有了一个见证人，而且他们竟然有这么微妙的联系。那么男藤井树小时候都喜欢干什么呢？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法？他会在书上胡乱的涂鸦吗？在失去男友后，博子其实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他拼命的想要去了解男藤井树的过去，他想要记住，他想要完成一些什么东西来弥补心中那份空落落的伤感，所以他就一再的请求女藤井树说：“你多讲一些吧，你再告诉我一点吧。”就在这种一再的请求下，女藤井树就慢慢的开始回忆她的少年时期那些往事。就人的记忆会有的时候故意屏蔽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所以对于女藤井树来说，那些事情都很模糊了，她想要忘记。可是随着陈年往事慢慢的爬上来，她也会慢慢的挖出来一些像星星一样散发着光点的瞬间。
那女藤井树就在给博子的信中讲述了她初中当图书管理员的经历。她和男藤井树是在初二的时候担任了这个工作，那么到了初三，她已经爱上了这份工作，所以呢，这次再去做图书管理员，她是主动请求的。可是没想到男藤井树也主动提出他要当图书管理员，但是不出所料这个男孩根本不干活，他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搞一些奇怪的恶作剧。那女藤井树就在给博子的信里回忆到，说那个家伙一来图书室肯定要借几本书，你当是什么书？对了，比如什么青木昆阳的传记，什么马拉美的诗集，什么怀斯的画册，这些书其实都非常的文艺和小众然后这个男藤井树净借这类书，总之都是些绝对没人借的书。有一天我问他说：“你看这些书吗？”他说：“不是为了看。”那他为什么要借呢？原来这个男藤井树有一个爱好，就这本书如果没人借过，他的借书卡上就是空白的，所以他第一个借就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他以此为乐。然后女树就非常气鼓鼓地说：“我完全不懂，这有什么意思？”可是他说没人借的书很可怜。博子每次收到这些信，看到了那么多男友的童年细节，他就有一种幸福的充足感。但是博子终于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男藤井树有没有初恋情人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你还记得吗？这个问题惊心动魄那是已经尘封的往事，一段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的感情，也是情书中最为悲伤的故事。之前我们讲过，博子和藤井树是一见钟情的。那人会对什么样的人一见钟情呢？这个问题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就埋下了伏笔。在男树去世2周年的祭奠仪式结束后，藤井树的妈妈安代就带着博子回到他们家里做客，带着他看藤井树的相册，然后故作轻松地找一点话题，试图安慰博子，让这个姑娘开心一点。当博子翻开相册，妈妈安代就说：“哎，这里面还有他的初恋情人呢。”而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女孩子的面孔中搜寻，然后忽然指着一个女孩说：“诶，这个女孩很像博子，不是吗？”博子当时就有点发愣，什么？然后安代讲：“诶，说不定是他的初恋情人。是这个女孩吗？”博子也很好奇那安代就顺口说：“哎呀，不是说男人会照初恋情人的相貌找女朋友吗？”博子说：“是这样吗？”“是啊。”安代算是博子的准婆婆了，那她的话不管是真是假，可能当时真的无心，但就像一粒种子，悄悄地种进了博子的内心深处。而等她到了小樽，她见到了那个女藤井树，立即就把这张脸和照片里的那张脸对应成为一个人，这个人竟然真实的存在。那这粒怀疑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因为他们两个确实长得非常像所以发现了这种微妙的联系之后，博子的内心是有点崩溃的。又一次见到男藤井树的妈妈安代时，博子就问他说：“照片里的女孩和我长得像吗？”那安代就不明白，说：“你在意什么？为什么这么问？”然后他就试探着说：“哦，确实，仔细看的话是很像。”那博子的脸上就现出了不安，这没有逃过安代的眼睛，说：“哦，像又怎样呢？这女孩和你像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子就拼命的掩饰一下情绪，说：“没什么。”然后安代就觉得很好笑，这小女生的心思，她就很戏谑的掐了一下博子的脸蛋，
那出其不意被这么一掐，脖子吓了一跳。安代就说：“你的表情说你在撒谎，像的话又怎么样呢？”接下来，脖子的表情让安代大吃一惊，他紧闭着嘴，眼睛里面充满了泪水。他就非常认真地说：“像的话，我就不原谅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脖子在心里面有一个念头：我会不会是女藤井树的替代品？脖子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他就回忆起了南藤井树向他求婚的那个过程。那一天，南藤井树把脖子叫到天台上，他的手里的确是捏着一个戒指盒，可是南藤井树什么都不说。那两个人就默默地在长椅上坐着，坐了差不多2个小时，他还是没开口。就那个时候，脖子觉得这男孩太可怜了吧，没办法，就脖子只好主动地对南藤井树说：“我们结婚吧。”秋叶听到这一切，就发疯似的喊了一声，说：“啊，是脖子说的？”是的，原来南藤井树没有开口求过婚，哎，这一切是脖子主动提出来的。那么南藤井树当时的表现是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好吧。”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哎呀，脖子真是挺不容易的，对吧？这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你也会对那个南藤井树有点生气，所以脖子的心里还是有点疙瘩的，他就会疑心南藤井树对他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当他看到了女藤井树之后，他就在想，我到底有没有被他真正的爱过？那他为什么会对我一见钟情呢？是因为我这张脸吗？各位书友，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在评论区告诉我哈。木心先生讲过一句话，他就说：“我是相信一见钟情的，一见而不忠，天天见也不会忠。”这其实更多的是在讲人跟人相处时候的一种直觉，一种眼缘。可能一眼看过去是对的人，他就是对的；那个不对的人啊，无论怎么看都不对。那的确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靠直觉，我们来判断你愿不愿意跟他继续的交往，愿不愿意深入的了解他，是不是所谓的一类人啊？就我们是不是同伙？不仅仅是恋爱中有这种状况，你看我们在人际交往，甚至找工作都是这样，就是靠直觉，有时候说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之前从女藤井树的回忆中能看出来，在初中的时候她过得很不愉快。所以2位藤井树其实在学校里是非常避嫌的，不要说恋爱了，他们几乎彼此从不讲话，就是在这样小心谨慎的环境下还要被别人起哄的，对吧？那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擦出一点点火花呢？让女藤井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答案要过了10几年才被揭晓。所以情书这个故事的高潮是在结尾，也就是答案被揭晓的时刻。我们接着往下讲。那因为脖子小姐一再的请求，女藤井树就回了一次初中的学校。她答应为脖子拍一下学校的操场，因为南藤井树曾经在这里跑过步，参加过比赛。那就在这次重返母校的过程中，女树遇到了自己曾经的老师，那她就跟着老师一起到学校的图书馆参观，毕竟她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就在图书馆里面，有几位女学生正在值日，然后老师就把她带进来，然后介绍给这些小学妹说：“啊，她是藤井树啊，是我们的学长。”这些小学妹忽然惊异地睁大了眼睛，说：“哇，原来你就是那个藤井树啊！骗人，真的？”那女藤井树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呢？那一阵混乱后，她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就告诉她说：“学姐在我们中间可是传奇人物。”
这也太夸张了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学生就拿来了一本书，打开封面，抽出里面的借书卡，说在这里，你看这个。女藤井树一看卡片，吓了一跳。还记得吗？那个男藤井树当时是特别恶作剧，去借所有没有人看的书。他说没有人看的书很可怜，然后他在那个空白的借书卡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藤井树。那个卡片竟然还保留着。这些学弟学妹们就跟他解释说：“哎呀，我们中间流行一个寻找藤井树的游戏。为什么流行这样的游戏呢？学弟学妹们觉得，哎呀，这些奇怪的书啊，竟然会有一个人全都看过。那这个人叫做藤井树。那藤井树到底看过多少奇怪的书呢？大家就把这当成一种寻宝游戏。好，听到这里，女藤井树终于了解了来龙去脉，然后她就赶快解释说：“哎呀，不是，这不是我签的，是另外一个图书管理员搞的恶作剧。”哦，大家脸上同时出现一个表情，叫“怎么可能”？其中一个女生就说：“是别人签下了学姐的名字，那个人是男生吗？”那个男生肯定很喜欢学姐，所以才写了那么多学姐的名字。然后学生们又开始骚乱起来了，大家就发现哇，这不仅仅是个寻宝游戏哦，这里面还有一个爱情传奇，大家自顾自的叽叽喳喳。这一下，女藤井树更加尴尬了，她根本没有办法参与大家的讨论，她也解释不清楚了，她只能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反复说。可是要怎么解释呢？你告诉大家说，有一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男生跟你是同一个班，还同时担任了图书管理员，学弟学妹们肯定也不会相信，你就觉得这都是你编出来的吧？为什么要找这样的借口呢？所以女藤井树万万没想到，自己还给母校留下了一个恋爱传奇，还制造了一张寻宝地图，恐怕还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故事讲到这里，你说还是不知道他们俩到底有没有过恋情？这就是岩井俊二非常典型的日本性。就日本人的性格特点中，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暧昧。有很多事情他根本不说清楚，他就是不让你明明白白，他要你感受，要在你内心制造一种失去平衡的微妙感受，然后你就来想啊，不断的雕琢自己的感情。所以岩井俊二就是暧昧代言人。那在《情书》这个故事的结尾，藤井树小姐在家里遇到了不速之客，就是那群在学校图书馆见到的学生，她的学弟学妹。然后学生们很害羞，踌躇不前，终于有一个女生就代表大家来跟女藤井树说，我们为什么会来。她就讲说，我发现了一件好东西，然后把一本书递到女藤井树小姐眼前。那本书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这本书我们都知道嘛，特别大部头，对吧？然后很多人怎么都没有看完过，也有人竟然看了好几次，就是真心的喜欢。对，在当年的这个学校里面，中学生啊，没有人借这本书，那所以男藤井树也是在空白处的第一个写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女藤井树小姐想起来，男树曾经把这本书交给他，让他帮忙还给图书馆。这本书怎么了呢？女藤井树目瞪口呆，他的学弟学妹们就冲他喊说，里面的卡片。女树就按照这个提示翻开来，看到了里面的卡片。对呀，上面有3个字藤井树签名。可是学弟学妹们还在嚷嚷说背面。女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漫不经心的把那个卡片翻转过来。就这一个动作，顿时他就无话可说了。那个背面有什么呢？那是一张画像，
画像上面是中学时代的女藤井树。谁画的呢？我们当然知道，就是男藤井树。女树发现了这个谜底，然后她突然看到学弟学妹们，就好像在等着那一刻，大家津津有味地偷看她的表情，在观察她。她一面假装平静，一面想把卡片揣到自己的口袋里。可是不凑巧，我喜欢的围裙上下没有一个兜。这句话就是情书的结尾。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突然的就结束了，意犹未尽啊！但这也反而显得更有力量。那电影版的结尾略有不同。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你觉得两位藤井树之间有没有过爱呢？岩井俊二自始至终没有给出任何一个结论，他从来没有挑明这件事儿，他也没有说博子到底是不是藤井树小姐的替代品。那这个问题随着男藤井树的死亡，再也没有办法被解答了。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不行，我就是想要看作者的答案。”那我要告诉你，这就是作者的答案。岩井俊二写《情书》这个故事，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我们探究谁是谁的替代品，不是为了让我们发现男藤井树究竟渣不渣，他不再做道德审判。如果你读完了还在纠结这个男孩到底喜欢谁啊，博子是不是替代品，那就是把文学读窄了。那文学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呢？在《情书》这个故事里，他告诉我们，人生是充满遗憾的。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相遇，也许会在想象中有一个美好的、甜蜜的结尾和发展，但是其实并不是，它往往会是这样的遗憾和种种的错过，一点一点的推着我们朝前走。在岩井俊二看来，如果没有旁观者的介入，摄像机、文字，那两个藤井树的生活是那么的庸常、波澜不惊，这有什么好值得记录的呢？它怎么就能成为打动人心的文学呢？那如果男藤井树没有死，如果博子小姐没有翻开那本相册，看到他们初中的照片，如果没有寄出那封信，如果女藤井树并没有回信，这么多的如果，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的人生根本不会产生交集。那男藤井树和博子会结婚，女藤井树会继续在小樽做一名图书管理员，初中时候那点小事儿就会被永远的忘记。那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过往的那些岁月背后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那些朦胧微妙的感情，如果没有被说出来，如果没有结果，它就会消失不见吗？就会假装从来没有出现过吗？情书的答案是不。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再想说，这个简简单单的故事为什么能够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让每个人发现，哪怕是平凡的生活里，依然有惊心动魄的细节，而且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它为我们创造了新的东西。回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你可能就是男藤井树呀，你可能就是博子啊，是秋叶。你会认为说，哎呀，我身处其中的时候，我的生命和所有的岁月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它那么的平淡，它那么的普通，没有任何值得拿出来说的瞬间。可是并不是这样，有一个叫岩井俊二的人，他稍稍的拉开了一点距离，他把视线放得远一点，就会看到你度过的每一天，其实里面都有一些饱含预言的瞬间。
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儿。之所以你没有发现那些细节的意义，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感情，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成为一个作者，你没有站在一个作者的角度来揭开生活的秘密，来观察身边的一切。一旦你拥有岩井俊二般的视角，在自己的生活里，你也能重新发现一些小小的事情，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读过《情书》，我推荐大家，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个电影，也去看一下。你可能就会换一个视角，来重新看待自己眼下的经历和已经逝去的岁月。也许你会惊异地发现，我们那么平凡的普通的生活，就像情书一样，充满了你经历过但还没有完全发现的美感，其中会有遗憾，会有错过，可是它是那么的值得你去关注它，值得你凝视。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就是用显微镜来放大看那些切成一片一片的水果。如果它不在显微镜下，你切开只会看到非常正常的简单的纤维，可是在显微镜下，它们的样子特别的奇妙，会让你大吃一惊，说哇，原来橘子长这样的，原来火龙果的内部是这样的。你会为他们那种细腻的微小的美感到震惊。你说拥有这样的视角会怎样呢？它不会让你更幸福，它也许会让你非常伤感，但是无论伤感或者是幸福，只要你心动了，你不麻木，在精神上你就会有所得，会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人。在日复一日的时间里，每一天的循环里面，你找到自己的中心感，这特别的重要。你知道自己是主角，知道很多小事儿也是有意义的。所以在影片《情书》的最后，脖子就奔跑到雪地的中央，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放声大喊：“你好吗？我很好。”喊着喊着，那个泪水就噎住了喉咙，脖子哭了，他喊不下去，他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脖子第一次给藤井树小姐写信就是这6个字：“你好吗？我很好。”所以他这时候再来看这6个字，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对吗？这就是超越了平凡的世界，超越了日常的认知。你带着文学的敏感和独有的审美，再来看这3个字：“你好吗？”它可能意味着念念不忘。当脖子对着雪山大喊的时候，那是一种接受，还是一种释怀？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这种失去会让我们有被伤害的感觉，充满了遗憾。但是活着的人始终要往前走，学着接受，学着放下，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在新的生活中找到中心感，找到美。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一些不那么快乐的事情，沉重的事情，有没有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声的喊：“你好吗？”跟自己说：“我很好。”试着这么做，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情书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吗？当然不是。幸福和悲伤从来都不能独立存在。读到这里，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遗忘和深情，有痛苦和幸福，有快乐和悲伤，有理解跟误解交织并存。这就是真实的人世间吧。一起来说：“你好吗？”也许它就是我喜欢你。如果你还没有对那个重要的人告白，那请对他说：“你好吗？”就到这里。